在四川石棉县，叶凤烧烤的火上飘已经风靡了30多年。那惊心动魄的火上艺术，飘出屏幕的鲜嫩焦香，简直堪称石棉烧烤界的一绝。一盆炙热难耐的木炭，一块若隐若现的丝袜铁板，精心腌制的肉片，以一招凌波微步，踏着火浪来回穿梭，不消几秒便完成了炙烤。相比起普通的铁板烧，这样的烤法既能让肉片又鲜又嫩，也保留了天然的木炭香、烟熏香，吃起来是脆爽弹牙，香嫩多汁。而叶凤烧烤的看家菜当属这道烤鱼片，为了达到极致的口感，每一条鱼都会片得像纸一样薄，透过街灯，哪怕是一根刺、一丝麦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夹起一片，划过丝袜铁板和炭火相遇，待其回眸一转，放进嘴里，轻轻一抿，你便能确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入口即化了。口里辣麻之余，要是还能喝上一口老板独家研发的黄果干酒，那便是乌龟晒肚皮，爽翻了。香是美食界最顶级和最神秘的赞美，从当年的街头叫卖到今天的宾朋满座，叶婆婆钵钵鸡已经在乐山美食界叱咤了40多年。那么一串串朴实无华的小瓜洋芋豆腐片，为何能让人吃得拍案叫绝呢？这还得从它苛刻的选材和纷繁的做法说起。首先要挑选一只农村的走地鸡，熬一锅纯正的土鸡汤。有了鸡肉的鲜香作为基底后，再将纯榨菜籽油和多种辣椒放到一起炒至红油，最后用悠悠小火将白芝麻炒得又黄又香，再放到红油里焖个2-3天。每一颗芝麻必须是里头饱满的，每一颗。吃的时候，各路食材放进熬好的土鸡汤里，享受着特制红油的清润。一口下去是香中带辣，辣中带鲜。齿间出逃的芝麻还来不及处理，你瞬间就明白了，乐山的乐是快乐的，是乐不可支的乐。说句难听的，就这种锅底，哪怕你放只拖鞋进去，也能吃得满口鲜香，余味无穷。那一年，小胖在网吧发誓要忘了爱，而小伙杨毅却一直坚持开跑车送外卖。在90后的身上，我们总能看到一种桀骜不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气质，如同超跑强劲的动力。不到半年，杨毅的非主流下酒菜麻辣小甲鱼便在芜湖火出了天际。为了保证食材的品质，他每天清晨都会去菜市场亲自挑选。小老板，一只只的挑到什么时候？不可以，一只只的吃啊。相比起大甲鱼，小甲鱼的肉质更嫩，更适合卤制，但缺点就是土腥味比较重，所以每次卤制前要先用独家研制的药酒来帮它洗个澡，这样既可以去除腥味，同时也增加了药香。浸泡入味后，再把小甲鱼放入花椒、八角秘制的卤汁里，用小火慢炖。每天上午10点才开门，吃货们早已在店外队列成行，那鲜嫩的裙边在灯光下几乎是透明如胶。入口扒糯丰腴，软嫩弹牙，麻辣的后劲让人欲罢不能。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不贵，可谓上得了朝堂，也下得了乡野。青砖小瓦马头墙，梦里水乡绣阁藏。在黄山脚下的情缘民宿里，有诗有远方，更有一道打动灵魂的下酒菜——红烧河螺。好的味道来自于好的食材，而好的食材往往来源于纯天然。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当地的小溪清澈透明，生活着大量的河螺，而只有直径超过1.5厘米的才能成为盘中的美味。经过土泥掐尾和热水的洗礼后，螺肉进一步缩紧，脱壳而出。而此时，另一个主角开始登场，它便是市面上失传许久的中国本土黑猪。在凌厉的刀法下，黑猪肉分别被剁成了肉馅和肉糜，
肉馅塞入螺壳打底，接着放入螺肉，再用肉糜封口。经过大火的煸炒和酱料的洗礼后，肉馅已吸收了充足的汁水，而螺壳将一切锁住，只待你用舌齿来开启这场美味之旅。很大很甜，又香又甜，好吃。带盐。好吃。苍白而毫无修饰的称赞，恰恰说明了真的好吃。特别是单身的更要多吃，因为曾经有个姓谢的小伙就从田螺里吃出了一个女朋友。而黄山雨水充沛，地处北纬30度，自古便是最佳的黄金酿酒带。当地的米酒一直坚持用古法酿造，其味焦香醇厚，酸甜可口，与红烧河螺堪称最佳的 CP 组合。夜半酣酒将月下，美人纤手拈玉兔。在自贡人的餐桌上，兔子绝对属于 C 位。说起来吃法有很多，但最下酒的还属这道冷吃兔。烹制时先把腌制好的兔肉倒入热油中，炸个7、8分钟，以提升肉的紧致性。接着将二荆条、小米辣等调料撒入锅中进行翻炒。在各种调料的拥抱中，香味和辣味也不断地渗入到每一丝兔肉里。当然，热炒只是前奏，放凉才是这道菜的灵魂。在冷却中，兔丁的辣度飙升，加上几颗唇齿间来回撕扯，麻辣鲜香在嘴里不停地交织着，是越嚼越上头。俗话说，兔肉配白酒，人生没白走。此时要是能来上一杯自贡本地酿的纯高粱酒，那便是辣上加辣，回味无穷。而今兔年将至，冷吃兔更是成为了应景儿的最佳菜肴。不过问题来了，如果兔年吃兔的话，那么明年龙年又该吃啥呢？